迎着霜，你的跟紧我这片土壤，追着浪，我的夜飘过万里边疆，遥相望，岸的尽头是地久天长。当相遇又别离，当相依又远去，我不曾忘记。剪影刀光，划破斑驳的天空，落下的梦，破碎在风中，长风破浪，看千帆横渡桑田沧海，戎装红着飞扬，逆过冰雪那凉，梦了又远一场，唯愿你在身旁，不负春光。就算天边相连，陪你天涯仗剑，看萤火落双肩，红尘不悔无憾。以前都是老鲍烤羊，黄大哥、超二哥咱们喝酒，没想到现在，耳朵，你身上有伤，还是以茶代酒吧。来，让我们敬老鲍他们。敬老鲍。其实这一次，殿下还没醒来的时候，我看到崔小姐十分的镇定，内心其实很佩服她。还有，特别要多谢桃子姑娘，要不是你在殿下身边天天施针，殿下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呢。其实啊，也多亏御医他们开的方子十分对症，只是他们对治疗内伤不是很有经验。好在皇宫内堂的药材都十分精良，不然恐怕秦王也不会那么快醒过来。其实这一次，我还有件事情想拜托桃子姑娘。小裴将军但说无妨。我想请桃子姑娘去劝一劝崔小姐，让她能劝一劝秦王殿下。现在朝中的诸臣，皆以为秦王殿下必为太子，但是秦王殿下自己却不以为然。信王、齐王皆在谋逆中身死，朝局震动，群臣内心不安。但我是知道他的，他是想回劳兰关了。但是如果他现在不当这个太子的话，只怕乱局又起，天下难以太平。小裴将军的用心良苦，我都明白。只是我们家小姐特别有主意，方才那些话我也不好同她讲。其实最重要的是，这些毕竟还是秦王和我们家小姐自己的事儿。你说呢，耳朵？小裴将军，其实我跟桃子已经商量过了，十七郎和崔小姐的有些事情，我们不会再多嘴。就好像我跟桃子有些事情，我们也不会再跟他们说。是我迂腐了，喝酒。
十七郎，我就不进去了。这青云观我没来过，想四处随喜参拜一番。见过萧真人。殿下请坐。今日朝中之事，想必真人都已经知晓。新王与齐王，真没想到如此丧心病狂。幸亏陛下与殿下都能安然无恙。之前曾经答应过真人，要劝父皇立玄泽为储君。此一时，彼一时。我信任殿下，才将太孙托付给殿下。殿下是一诺千金之人，所以今日才特意入关来见我。其实殿下内心早已深知，如今的情势，殿下恐怕不得不为储君。如今朝中不安，太孙乃一介质子，他如今没有这个能力，因此大变之举。我也明白殿下此时的心中是有万千恼恨，就如同我当日明明不愿做太子妃，却要假作欢欢喜喜地嫁入东宫。人生在世，有那么多不情愿之事，活在当下，顺势而为，落子无悔。你不是不信这些吗？世间有万般不得已，人生譬如朝露，忍不住有所贪恋，有所求。这漫天神佛，或许会垂怜一二。